废话输出，插进你的脑袋。来自美国中产的查理·科克，出生于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他是一个非常擅长操弄政治痛点的保守右派意见领袖。过去他一直主张是破碎与贫困的家庭滋生了犯罪的温床，而不是枪支暴力，并且呼吁美国人都应该人手一把枪回到上帝的怀抱。最讽刺的是，杀他的那个人来自健全的传统宗教家庭，杀他的枪来自于联邦法所规范的武器。22岁的 Taylor Robinson 出生在宗教气氛浓厚的犹他州。摩门教的家庭强调纪律且家教森严，而 Taylor 是拿着35000奖学金的别人家的乖小孩。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been selected to receive the Resident Presidential Scholarship from Utah State University. The value of this scholarship is approximately $32,000. 所以查理用他的死证明了，跟上帝祷告与持枪都不会让你变得更安全，反而是他们出了社会，或者是上了大学，到了更开放的世界之后，看到体制在自己身上所种种的恶意与操弄，发现自己的世界观原来一直以来都建立在虚假的价值之上。这种原来我这一辈子都活错的羞辱感，造就了这种信仰真空，这种信仰成功才让各种奇奇怪怪的阴谋论与极端思想趁虚而入。但是我并不是说杀人凶手的动机合理，我们就应该容许这种事情的，也没有试图要你们同情凶手，或者是任何的暗示你们应该要怎么做。毕竟他说过，他为了维护美国的护枪权是愿意付出他的生命。这算不算是一种美国龙婆吗？完整的兑现了他自己的死亡预言吗？我今天讲的这些事情都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会让我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神秘的。总之，我并不是要嘲笑查理的死亡，或者是觉得他死有余辜。相反的，他的死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然而，因为查理的死被激化的这些美国左右派，民粹派对的幕后主使根本就不在乎你们的政治立场。贝佐斯、索罗斯在资助那些左派高等教育机构、CIA 办公室和私人承包商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非常简单。愚蠢使群众分化，冲突让资本有利可图，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不害怕这些愤怒而越来越偏激的人们。相反的，越来越对立的政治立场对他们反而是更有利的。毕竟有钱赚，还有政客谈伤害，我拼命捞钱，那随便找个官员上去挨骂就好了，不就是这样吗？把国会当笨蛋，把纳税人当盘子啊！反正只要有钱，我就能够影响整个世代的思想；只要有钱，我们就能够定义真相。但查理·科克偏偏就要动这些深层政府的蛋糕。就在50年前，深层政府还要弄个 CIA 的秘密小组，偷偷摸摸的才有办法刺杀甘乃迪。然而在今天，只要让这些极端的选民对暴力上瘾，他们自己就会出手干掉他们的政敌了啊！所以你觉得这些人真的会在乎他们破坏了民主，或者是破坏两派对话的管道吗？不会的，他们只要有钱赚就可以了。他们需要更多的笨蛋上学，需要更多的笨蛋来缴学贷，加入美国的内卷，需要更多内卷的需要更多内卷的笨蛋为了提供情绪价值，付出社会与劳动的成本啊！所以这个查理·科克自己不念书就算了，还要叫这些年轻人也不念书。Perfect evidence of why I think college is a scam. 这怎么可以呢？不用缴学贷的奴隶可不是好的奴隶呀！正因如此，有人将查理·科克誉为当代的苏格拉底，说上一次有人为了辩论而死是在2000年前的事情。但老实说，我认为2000年前的雅典还比现在的美国更加的文明，至少他们杀死苏格拉底的时候是有经过投票的。总之，2000年后，我们的民族风度与智慧并没有多少的长进，倒是暴力与愚蠢提升了不少。而现在右派开始趁这个机会造神，把查理·科克塑造成民主圣战的殉道者。更有极端的笨蛋已经高喊美国内战，而左派的政治领袖拒绝为 Charlie Kirk 默哀啊，并且用主流媒体开始操弄认知。 This was a supporter shooting their gun off in celebration. 更极端的笨蛋甚至已经开始在庆祝他们的反法西斯胜利了。
但是在这边我要澄清一个概念，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了某一派，或者是天生智力低下，或者是他们接受了怎样的思想才变成笨蛋。这些笨蛋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当代的社会用文化对人类进行了集体精神阉割。为了维持社会的运转，我们需要一群相信稳定叙事的笨蛋，而这些不相信这套稳定叙事的也没有关系。大不了我再花钱找好莱坞或者是哈佛的大学教授再帮我编一套新自由平等的叙事不就好了吗？反正笨蛋就喜欢听故事，比起客观事实，他们更在乎的是情绪价值啊。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了这一场编故事比赛，观众的胃口就被养得越来越大了。为了满足这些越来越嗜血的情绪价值，他们推出越来越膨胀的候选人。因为如果你没有这种过度膨胀的自信，你是讲不出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种口号。最后任期到了，有一个死赖着不走的臭老人开始炒作做票的这个叙事。可以听到一声枪响之后呢，这名女子是直接倒地。Charlie Kirk 这个时候还跳出来帮忙化修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他很会操弄群众的情绪吧。这种民粹领袖与他的支持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互塑性的关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于民粹的话，你可以点击这支影片。总之，这些 White Trash 乡巴佬就算冲进了 Washington DC， 也没有阻止拜登上台啊！我们都以为左派在这次执政之后会变得温和一些，没想到他们的政治正确居然是撸来撸巧鬼啊！谁他妈想看 The guy who literally stalks her. Yeah, weird. 这些极端的左翼变得越来越极端，社会变得更加的对立，民粹的火焰愈烧愈旺，因为这的白痴愈来愈多咯。I really don't know. 而 Charlie Kirk 身为基督徒，他的原厂出场设定就自带道德孤立主义与拯救世人的情操啊 ！Charlie Kirk 特别相信他进入校园与这些笨蛋们。他进入校园跟这些人辩论是具有神圣意义的。Charlie Kirk 相信自己进入校园电爆这些小粉红，电爆这些 LGBTQ 是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正在为社会带来正面的价值。才不是因为马门呢！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人的，在他深入敌营，跟这些学生与学生背后的系统正面对干的时候，这种场面真的不是每天都见得到啊。我记得他的辩论巡演的最高峰应该是在川普遇刺失败的那一次，但可惜的是查理这次却成功的挂掉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川普呢是站在舞台前面走来走去晃来晃去，那颗子弹打过去的时候刚好插到他的耳朵，但是查理科克却坐在椅子上面28分钟没有动啊，就像活动靶跟死。在这一次的事情中，我学到了，在你发表一些可能非常呛辣的言论的时候，最好要像那些脱口秀的演员，一边走一边讲，一边走一边讲，时不时就来跟观众互动。对，这样搞不好会让你的生存率提高一点。总之，这颗子弹不只杀死了一个31岁的父亲，他还同时打断民族对安全的幻觉啊！我们终于想起了任何舞台都有可能被子弹支配，瞬间变成靶场的恐惧。他这次击穿的不只是，他这次击靠背。他这次击穿的不只是 Kirk 的喉咙啊，还有一层一层瓦解民主的信任，再也没有人敢提起勇气去说服另外一方。就像查理多年的左派宿敌哈桑纳比，看到校园4K 的直播刺杀影片之后，吓到考虑退休啊。Oh my lord, oh Jesus Christ, holy America is so absolutely此时此刻的他意识到了政治评论员的职业风险已经从危险提高到了致命的等级。当双方不再对话，弹道就会成为最后的沟通管道，民主的灵魂就此消失。但民主的消失不是让我觉得最难过的，毕竟民主走向民粹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最让我难过的还是南方四剑客里面的查理阿飘。在最新一季的预告中，他们恶搞了查理在校园辩论的片段。
If anyone around here is going to be a master debater, it's me. So let's go. Who wants to debate the master debater? Let's go. You right there. That's the stupidest haircut I've ever seen. You around. Leviticus 3:17 says it shall be a perpetual statute for your generations throughout all your dwellings. So you can shut up, baby. You just hate America and you love abortions. 不过查理他在这边展现出了十足的民主风度，并表示大家对于冒犯都太过敏感，我们应该对玩笑保持正面的态度。Okay, everybody, the South Park episode just dropped, and honestly, it is hilarious. I mean, part of it is kind of like whatever, typical humor, but it was hilarious. 他非常喜欢查理阿皮亚这个角色，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当我想到查理阿皮亚就这样挂掉，我还是非常难过的。不过人类最高的境界不就是为了信念而死吗？查理曾经说过，他愿意为了拥枪权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对抗政府的能力。Rest in peace， 世界上最棒的